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6月11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6月10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 176.06， 收盘价是 173.79，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178.57， 最低价是在 173.17。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5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回到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当日的成交量是 5085.40 万股，较前一个交易日继续量缩。KD 值快线下穿了慢线，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即将开始下行的走势。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略有增大，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向短期空头趋势发生转变。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6月10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小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依然是在股价的横盘中。那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然后开盘之后，股价即一路向下，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也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将会有继续下行的走势，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当日的成交量是量缩，那也就是预示着日后将会有一个补量的下跌。那如果我们说这根 K 线呈现的量缩，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不出现一个补量的下跌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的情况下呢，那么股价是很有可能会出现反弹，而继续留在这个横盘区。那补充说明一下，出现量缩，股价下行，证明是没有多头力量的进入。那么同时呢，空头力量也不足，那它属于一个自然的一个下行。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就是多头力量要想支撑住这个股价，一定会有进入。对，所以说呢，我们说，在这个地方如果不出现一个补量的下跌，一定会继续留在横盘区域。好，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我们对6月1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收盘价会在175附近。另外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180附近。实际在6月10日收盘价是在 173.79， 出现了横盘向下。至于我们预测的横盘向下，不仅在点位上相接近，对，那么性质也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都重新回到各条均线值的下方，也在前低的下方。好，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下跌，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那股价下行的目标目前依然是不变，是172，跌破这个位置呢，将会我们说瓦解自5月10日以来的短期多头趋势。那么第二个目标就是168，168如果被跌破，将会继续自4月2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因为上方有一个头低，下方还差一个底低。对，好，那168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呢，那我们认为股价下行的目标将会是139这个位置。好，那么这是股价的下行。我们再来看上行，上行的目标也是不变，依然是187。在到达它之前，目前5月23日这根 K 线的最高182将是强压力。
那187如果被站上呢，也就是说继续确认自5月10日以来的多头趋势。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99， 199这个位置啊，又临近200关口，这也是股价上行的强压力。然后第3个目标就是206。好，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日后下行和上行的目标。那在盘中，也就是6月11日盘中，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位。之前我们给的是177，那么到了6月11日盘中，我们给的位置是173，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好，我们为什么要给出这样的一个观察位？也就是在6月11日，股价只有在前低的上方运行，才有可能会出现反弹，而继续留在这个横盘区域。但是如果股价在盘中一直是在173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这个地方是很容易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的。好，那这是我们关注173的理由。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好，周 K 线图我们先来看看 K 线信息。那么我们在前期视讯当中是给出了在这个6月10日当周我们要关注的是前高182。那么我们会看到在这个6月10日新的一个交易周开始之后呢，它是一个大幅的下跌。那前一周收的是一根叫做十字线。那十字线是选择方向的这样的一个线型。那么在当周开盘的第一天，那我们会看到股价是在20均和5均值下方运行，但是我们会看到它依然是在这个十字线的最低，也就是172上方运行。那所以我们说啊，我们为什么要在开盘这个新的一个交易周开盘的第一个交易日，我们要来回看周 K 线图呢？那么我们会看到，目前即使股价在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5均值的方向依然是向上的，那么它将会即将要上穿20均值。所以我们看周 K 线图的目的就是，只要在当周我们之前给的观察位是前高182，但是一旦出现下行的时候，我们依然是要关注前低，也就是172。那么股价在当周只要能够维持在172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依然是可以就是继续横盘，甚至是向上的反弹。但是我们说，如果在6月10日当周，如果是在前低的下方运行，也就是172这个位置，那么我们说在这个地方是很容易收低，而到达我们所预测的165这个位置的。所以目前开新的一个交易周开盘的第一个交易日我们会看到已经临近172，所以说呢，我们在当周呢我们还要给出一个观察线，我们也把它画下来，就是172，也就是这根十字线的最高和最低。对，好，我们加一条是水平线。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很清晰的来看，在6月10日当周，我们来看看股价是否能够维持在172上方运行。好，这是我们来回看的周 K 线图。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我们来看看
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目前我们有一个5%的强反弹或者做多的一个仓位，是在6月6日收盘价178附近进场。那么我们给的止损位是173或者是172。那目前股价依然是在它的上方运行。这样的一个仓位是继续持有的。那到了6月10日收盘价在173.79这个位置呢，我们说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好，那么继续加仓呢，我们目前是要等待股价首先是要突破180这个压力位。然后如果能够突破182之后，我们才可以根据 K 线的信息来看看是否可以加仓做多。好，这是我们说的多头。那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啊，目前我们会看到，虽然股价一直是在横盘这样的一个区域运行，但是我们会看到在横盘区域的运行期间啊，连续3个交易日是含有长长的上影线，而且一直是出现头低，就是说下方有底低啊。那么我们说股价是很有可能会叫做继续下行的。所以那么目前空头的目标一定是172或者是168，或者准确的说应该就是168。172和173啊，在这个位置，尤其是第一个目标172，它仅仅是一个支撑位。所以空头的目标就是172和168，那它要守的位置就是180到182，是这个区域。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6月11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各条均线值，它们都在175到177之间，这是第一个压力位。第二个压力位就是前高178.5到180，在这个区间，这是第二个压力位。第三个压力位是182，第四个压力位是188。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173到172之间，然后第二个支撑位是168，第三个支撑位是158。158是4月25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6月1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下行，我们会给2个收盘价的点位。那如果是下行，股价将会是一个低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75，下方最低会回踩到172，然后收盘会收在173附近。对，那如果最低到达169，在这个位置，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170附近。那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下或者下行，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75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那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那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74，在这个位置，上方最高会到达177，然后呢，收盘会收在175附近，在这个位置。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74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上。也就是出现这样横盘向上呢，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再次遇到各条均线值而回到目前的这个位置。对，
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6月1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